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 CC 小屋频道。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一款包包帽。今年冬天包包帽依然很火，它有那么几个特点哈，帽型又复古又可爱，后开叉的设计呢，让你戴着很舒服，而且对头围尺寸的要求呢，也不是那么很严格。戴上显脸小，拍照时超级上镜。在这个视频里，我会教你无论线的粗细是如何算针数的，如何完成绑带和收边，还有双面收边的针法和元宝针机织减针的针法等等一些细节上的处理。这线我是从沃尔玛买的，它要比一般中粗毛线的粗一点，所以我决定用7号针来织，但起多少针呢？我没有把握，所以先起30针织一小段。然后根据这一段尺寸和针数算出我们的尺寸的针数来。我们先做一个线圈套在针上，这线圈也算1针，然后就用这种最简单的方法起30针。然后往上织一段平针，因为我们的帽檐和帽带呢都是平针，所以试织的这一小段呢也是用同样的针法，这样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个针数和尺寸之间的比例关系。起针起多少针是我被问到的最多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真的挺难回答的，因为线的粗细还有手劲儿还有这个棒针号都会影响到这个针数，所以最简单最准确的方法呢就是织一个小样，这小样你也不用起太多针数，30针就够了，30针往上织一段，量出尺寸来，然后根据这个比例算出你需要的尺寸的针数。我自己就是用这种方法来确定针数的，基本上都是大差不差的。不要嫌织这30针的小样太麻烦了，这个总比你织了一半了才发现这尺寸不合适，需要拆了重新织，要省事儿好多哦。好了，我们就知道这里不往上织了。现在的这一段自然卷起来的这个粗细呢，和帽带的粗细差不多，那我们就可以参考这一段的尺寸了。量的时候呢，我们就量它最自然的状态下的尺寸。那最自然的状态呢，就是把针给撤了，然后再来量它的尺寸。17公分，也就是说30针能织17公分宽。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算针数了，看看总共需要起多少针。这一段是头围的尺寸，因人而异。我织的这顶帽子的头围呢是58，但是元宝针的弹性好，所以我取的是56。然后是帽带的长度，帽带的长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定长短。我不喜欢太长的带子，太短呢又看着比例失调。这个长度我觉得刚刚好，就29或者是30公分都可以。下面我们就来计算一下总长度的针数。帽带是29公分乘2，再加上帽围的尺寸56公分，总长度一共是114公分。那114公分需要取多少针呢？刚才我们不是量了30针的小样是17公分吗？所以30针可以织出17公分。那多少针可以织出来114公分呢？那 x 就是30除17再乘114，算一下。等于201，所以114的长度呢需要201针。下面我们就正式开始起针，先打一个线圈，然后把这线圈套在针上，
这个线圈呢也算一针，然后食指从线的下面往外一翻，把线套在针上。这个是最简单的起针方法了。起针的时候最好数着点针数，这样可以避免到后面翻来覆去的去数这个针数。201针呢就起好了，这根针上呢也都满了，一织起来呢它还会胀开，所以呢最好用一个这样的循环针来织。这种方法起的针，第一针一定要织，相当于把线固定在第一针的位置上，不然的话后边就没法织下去。第一行是打基础的行，一般都比较难织，所以稍微慢一点没关系。特别要小心这个线别织劈了，及时发现，及时纠正过来。如果到了第二行才发现的话，很难纠正过来，大多数的情况下最后都是拆了再重新织，所以别着急，第一行稍微慢一点，后边就容易多了。好，第一行织完了，我们现在把所有的针呢都织到这个循环针上来了。棒针呢就暂时不用了，等一会儿织帽身的时候再用。我们开始织第二行，第二行是全部织上针。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第一针的处理方法，每一行的第一针都是不织的。通常织上针行的时候，针是从线的下面把第一针挑过来，然后开始织上针。我们不这样织，换一个方式，直接把第一针挑下来，然后线绕上来，再开始织上针。这样织出来的边呢，看上去像有一个小疙瘩在边上。随着往上织呢，这个边呢就形成一个非常整齐的狗牙边，然后就可以直接拿来用了，不用再做任何的修饰。后边都是上针，我们把这一行织完。织完这一行翻过来是下针行。下针行的第一针处理方法呢，正好是和上针行的第一针处理方法是反着的。针从线的下面把第一针挑下来，然后线从上面绕下去，狗牙边就形成了，然后继续往前织下针就可以了。这一段平针呢，大概织到 4.5 到5公分左右。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就是两边的第一针处理的方法呢，一定要一致，这样边才能收得整齐漂亮。我的这个线比较粗，我织了10行，它自然卷起来以后呢，就形成了帽带，粗细呢也比较合适。2、4、6、8、10，这段平针大概是 4.5 到 4.6 公分左右，没有到5公分。然后再看一下两边的收针情况，非常整齐漂亮的狗牙边，这个要比边上是辫子针的好看很多。下面我们就要收针了，把帽带的长度呢给它收出来。收针行的第一针的走线规律呢和前面的是一样的，一定要让它形成一个小鼓包，而不是辫子的针目。这些小细节一定要注意到，不然在拐角的这个地方呢就会露出一个比较松的辫子针脚，看着呢就非常的别扭。帽带长度前面量过是29公分，那29公分要收多少针呢？算法也跟前面的算法是一样，就是30除17再乘29，等于51点多针。我就取了52针，就是两边各收52针。收完52针以后呢，我在这儿放了一个记号针，
然后我们就继续往前织上针，一直织到头，然后再收针回来，一共也是收52针。我在这边的52针的位置上呢，也放了一个记号针，这2个记号针中间的针数呢是97针，就是我们要织帽衫的针数。我们先把这一行剩下的上针呢织过去。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收针，一直收到这个记号针的这个位置上。我事先已经在52针这个地方呢做好了记号。收针的时候呢，这第一针呢一定要注意走线的规律呢和以前是一样的，要让它显示出来一个小疙瘩来，这样这个果芽边呢就非常的完整。然后就开始往前收针，收针的针法也是最简单的针法。一直收到这个做记号针的这个位置上，这是第52针。这样呢，这两边的帽带呢就都收好了。然后我们就开始织帽衫。帽衫后开叉的部分呢，是用的双边门襟织法。这种方法织出来的边呢，正反面都是一样的，也挺厚实的。正好和元宝针的厚度呢也配合上了。两侧的双边门襟呢都是7针，第一针是不织的，后面呢就是2针一组，2针一组。第一针先挑过来，把线绕上来，挑下第2针不织，线从第2针的前面绕下去，织第3针，织下针。接下来织第2组，线绕上来，挑下第4针不织，线再从这一针前面绕下去，织第5针，织下针。最后一组，线绕上来，挑下第6针不织，再把线从前面绕下去，织第7针，也就是门襟的最后一针。7针的门襟就织完了，然后就开始织元宝针。元宝针的正面是上针不织，织下针。为了让元宝针和门襟的下针呢有一个明显的界限，元宝针我们就从上针开始织，线绕上来后，上针不织，直接织下针。然后你就看到上针的这个位置上好像有2针叠加在一起，等一会儿翻过来织上下针的时候呢，这2针是一块儿织的。元宝针是2针一组，2针一组，上下上下，为了和门襟分开。然后最后呢，元宝针也是上针结束。这样的元宝针这里呢就多织1针上针，最后的这7针是留着织边的。这最后一针是元宝针的上针，上针是不织的，把线绕上来。门襟开始的第1针是不织，把线绕下去，织第2针。线从第3针前面绕下去，织第4针，然后从第5针前面绕下去，织第6针。最后一针以上针结束。翻过来先织门襟，第1针挑下来不织，线从第2针的前面绕下去，织第3针，再从第4针前面绕下去，织第5针，然后从第6针前面绕下去，织第7针。这门襟就织完了，开始织元宝针的部分。这时候你看到2针落在一起的这一针呢，都是织下针，然后另外一针呢是织上针。这个是元宝针的片织的织法，和圈织呢稍微有一点点不同。那这里呢，我们还是集中在片织的方法上。翻过来反面的这个元宝针呢，就是1针上1针下，对应正面的上针开始，上针结束呢，反面就是下针开始，下针结束。最后剩的7针是门襟。第1针不织，先从这一针的前面绕下去，织第2针。
然后从第3针前面绕下去至第4针，接着是从第5针前面绕下去至第6针，最后上针结束。不知你们看出规律来了没有？我们再织一个来回。这是正面开始，第1针挑下来不织，线绕上来，再从第2针的前面绕下去，织第3针，然后线再从第4针前面绕下去，织第5针，从第6针前面绕下去，织第7针。7针门襟织完以后，织元宝针。元宝针开始的第1针呢是上针，正面的元宝针呢是上针不织，织下针。上针的位置呢就有2个线圈。最后一针是上针结束，然后是7针的双面门襟。第1针不织，线从第1针的前面绕下去，织第2针，然后线从第3针的前面绕下去，织第4针，再从第5针的前面绕下去，织第6针，最后一个上针结束。翻过来，现在是元宝针的反面，第1针挑下来不织，然后是隔1针织1针下针，隔1针织1针下针。织完7针以后就开始元宝针，元宝针的反面是从下针开始，一针下一针上，一针下一针上，最后是下针结束。然后是门襟部分，门襟是隔1针织1针，隔1针织1针，织的那一针都是下针，最后是上针结束。织了2个来回了，转过来又从正面开始。不知大家找着规律了没有？我来总结一下。门襟部分两边的一针是第1针不织，然后最后一针呢是上针结束。另外的6针呢，不管是开头的这边还是结束的那边，都是从隔1针织1个下针，隔1针织1个下针开始的。那元宝针的部分呢，正面呢是从上针开始的，上针不织，织下针。元宝针的最后一针呢是上针。元宝针的反面呢是从下针开始织的，一针下一针上，一针下一针上，最后是下针结束。我们就按照这个规律往上织。这一段呢是后开叉的部分，大约在14公分、15公分左右。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的尺寸来决定。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后开叉门襟的部分呢，也改织成元宝针，继续往上再织3公分。第1针挑下来不织，后面就是上针挑下来不织，织下针，很自然的就和后边的元宝针就衔接上了。
但是后边的门襟改织成元宝针的时候呢，就得花一些小心思了。元宝针最后一针呢是上针，然后接下来应该是织下针，但是与门襟连接的地方呢，它也是上针，然后再下针。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上下针的位置呢交换一下。交换的时候呢，下针在前，上针在后，然后织元宝针，这样元宝针和门襟的地方就顺利的衔接过来了。后面的2组上下针都需要这样交换一下位置，交换的时候下针在前面，上针在后面。从这里开始呢，为了方便，最后一针呢就改织成下针。当然你还是继续织上针呢也是可以的，只不过呢就是需要把线从针上绕上来，再去织上针。翻过来就是元宝针的反面，反面是上下针。现在就是正反面，从头到尾都是织元宝针，然后再往上织3公分。织到3公分以后呢，整个帽身就达到了18公分，然后就开始收针织帽顶。收针之前呢，我们先把棒针上的97针呢分成6等份，每一份是16针，还多出1针来，所以有一份是17针，4、6、8、10、12、14、16、17，在这儿做一个记号。然后后面每一份呢都是16针。收针的时候呢，就是在每一份的开头，就是记号针的位置上收针。我们用机织收针法来收针，这种方法虽然是一下收掉2针，但是看上去呢就像收掉了1针。第一针挑下来不织，再把第一个上针也挑过来。后面4针呢，就是中间2个针互相交换，第3针在上面，第2针在下面。然后第1针和第3针并在一起，第1针在第3针的上面，然后是第2针和第4针并在一起，是上针。上针在正面是不织的，所以2针一块挑过来。等到在反面的时候呢，这2针再并在一起。后面就是恢复1针上1针下的正常织法。现在来到下一组记号针的这个位置上，再看一次这个元宝针的并针。并的时候是4针并成2针，中间的2针交换一下位置，第3针在第2针的上面。然后是第1针和第3针并在一起，第1针在第3针的上面，第2针和第4针并在一起，是上针，所以不织就直接挑过来，织到反面的时候呢，再把它们并在一起。后面的记号针的位置呢，都是按照这种方法来收针的。织完这一行以后翻过来，然后我们开始织反面。反面不是就是1针上1针下吗？织下针的时候是2针重叠在一起的。但是织到收针的这个地方呢，它是3针重叠在一起织的，所以元宝针的这上针的并针呢，实际上是在第2行的反面完成的，其他地方都不变，都是1针上1针下，下针是2针重叠在一起织的，但是在并针的地方呢，是3针重叠在一起织的。我们把这一行织完，
接下来呢，不减针，往上织2个来回。2个来回就是4行，如果在前面看的不大清楚，翻过来看的特别清楚。这1个小辫就代表2行，2个小辫就是4行。然后接下来是第2次减针。减针的方法呢和前面是一样的，我就不赘述了。需要注意的地方是减针的位置，减针的位置一定要从信号针那个位置开始往后面4针，千万不要让减针的位置错位了。这第1个减针的位置我没有放记号，是因为它在边上，很容易看得到。后面就要按照记号针的位置上来减针了。翻过来织上下针，织的时候注意一下那个3针一起织的地方，也就是从正面来说的话，就是上针减针的地方。因为我发现这个位置有时候还是容易织错，我就有一次本来这3针是并成1针的，结果织成了2个下针，所以在这里特意提醒大家一下容易出错的地方。织完这一行以后，下一次减针的间隔呢，就是隔1个来回，也就是2行，然后在每一个记号针的位置上开始减针。这样的间距呢，减3次。最后每一段里头呢，就剩2个元宝了。翻过来看减针的间距呢，就更清楚一些。1个小辫代表2行，第1个间隔是隔了4行。然后都是隔2行，一共减了3次，每一份里头呢就剩2个元宝了。接下来我们就加速减针，中间呢就不隔行了，每次织1个来回呢能减掉1个元宝，2个来回呢就把最后的2个元宝就给减干净了。现在这针上呢都是1针上1针下1针上1针下的排列，不算两边的针数，一共有6个元宝。然后我们做最后一次元宝针的减针，4针一组，把4针减成2针，也就是把2个元宝减成1个元宝。第1针挑下来不织，把上针也挑过来，然后开始并针，第1针和第3针并在一起，第2针和第4针是上针，直接挑过来，接着并下一组4针。然后是最后一组4针，翻过来织反面，把该并的下针呢全部并掉。最后这帽顶就剩9针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封帽顶，同时呢要把这2侧呢缝在一起，所以这线呢要留得足够长，然后剪断，然后呢把线呢从每一个线圈里头拽出来。
帽身翻过来，里面朝外拉紧，然后我们就开始缝。缝合的时候呢，我们就用收针的方法来缝合，两边的辫子针呢对齐了，边织边收针。这种方法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容易拆，如果发现两边没对齐，就可以把它拆了，重新缝。缝第一针的时候呢，一定要把线拽紧了，能拽多紧就拽多紧，因为这根线是和帽顶的小圆圈是连在一起的，如果太松了的话，那个圆圈就会变大。缝完元宝针的部分呢，接着再往前缝几针，把门襟的部分呢也缝上几针，缝上3到4针，我这里是缝了3针。然后就把线锁死，然后翻过来检查一下，看看元宝针的位置是不是对齐了。如果错位了就非常难看，那就拆了重新缝一下。到这里呢就都织完了，最后的一步就是把线头藏起来就可以了。总的来说呢，这款帽子呢不是太难，这卷边的帽边呢就巧妙躲过了上下针的边，因为手织的上下边呢怎么也织不出来机织的效果。好了，包包帽的织法呢就分享到这里了。喜欢我的视频呢就帮我点个赞，也请订阅一下我的频道，我会不定期的和大家分享我的新作品。那咱们下个视频见，拜拜。